欢迎回来的 ADH， 我是 Evangeline， 我回来了。这一次是来 update 我之前的那个 Iris Active 的影片。上次有讲到还有一些瑕疵，我们就是来做一个 update， 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啊。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帅的摄影师来到这一边，他是阿 Jeff。摄影师 ，say hi。OK， 如果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可以点击那个右上角的影片，回去找 Iris Active 那一集来看。OK， 我们又回来了啦。Hello， 今天又是 Evangeline， 然后还有一个阿 Jeff， 哦耶，他是来帮我们拍这辆 Iris Active 的。然后这辆 Iris Active 呢，应该是红遍全马了，因为我有很多观众啊，槟城的啊、KL 的都有来 inbox 我讲，哎，怎么这样快上路了的 Iris Active？ 哦，你应该是新山啊，我看到应该是第一辆。可是不久前我在巴都巴汉有看到另外一辆。啊，一样也是红色，我还以为是你，因为它的车牌超好认，然后就看车牌，哎，不是。然后今天呢，就是这一辆 Iris Active 的一些后续发展啊，最主要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它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些 Proton 原厂出来就有的 defect， 那么今天呢，就已经把这辆车的 defect 解决了嘛，算是解决了。算是吧。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些 defect 经过 Proton 解决了过后，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之前讲的是这一 part 嘛，然后这一 part 的话，现在是已经美了啦。哎，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重点等一下你不要动啊。你比 Iris Active 还矮之前本来有不美的地方啊。对，这边我记得哪里有，证明已经找不到它了。对，所以是已经 touch up 到美了啦。这一个还是要给 Proton 一个 good job 啦。他有跟你讲他怎样做吗？他这个的话，我有一点的无奈，他是这样子，因为一开始很多人知道了嘛，就是 HQ 有 call 给我，然后大家都觉得可能我会得到一个 VVIP 的服务，可是是这样子。那时候我就电话问他，你们会怎样做我的车？可是他跟我讲，我不知道，总部还没有决定，没有办法 ，OK， 我就把车就送过去了。就是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帮你处理，然后他们也没有给到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啦。对，因为他讲不知道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 argue 一些什么，对吗？然后我就 OK， 这样总部那一边决定怎样做的时候，你 call 给我知道一下。最后他 call 给我的时间是做好了之后，就 OK， 我来拿车的时候，他才跟我讲有怎样做，就跟我讲这一边啊，他们是去掉这一点的气，然后补上那个红漆这样子啦，就是这样做。他有跟我讲一个我听不懂啊 ，engine 有一个 bug， 然后是要等 order 来到的时候才可以换，现在是还没有换呢。等 order 的时候，到时候又要再跟他 appointment 多一次，又要把这辆车送回去做啊，所以这一辆车跟我1个月里面跟我分别好多次。OK， 关于那个喷气的呢，我要帮 Proton 讲几句话了不是帮他讲好话啦，是因为之前我有做过喷气的，所以多多少少可能可以解答一下你的那个疑惑。其实就是你打去问他们要怎样帮你做你的车的时候他们不是回答不出其实很多人啊，他们如果不是讲做喷气部门 Body and Paint 的部门的话，可能他们只是接线员他们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啦，他们只好等可能 HQ 有给指令，或者 HQ 有给解决方案，他才跟你讲。但是通常是没有的，就是把你的车送进去，他们就会有一连串的他们的自己的 procedure 啦，可能会把你的车拿去 polish 啊，在 body and paint 的部门可能就是磨掉那个旧的气，就是那个起泡的地方然后再重新 touch up 回去啦。但是喷了过后呢，现在看起来整个就是很漂亮，我们找不到那个之前有 bubble 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看过之前那一部影片的话，都知道之前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你在阳光下你一看就是哇，有那个泡泡。对。可是现在我们是就连车主 Evangeline 他都找不到了，看不到。他已经美了，看不到。OK， Evangeline， 哎呀，你拿车到今天，这辆车你开了多少公里？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不知道。522。OK， 500多公里，其实就也不算太多，所以你是还没有送去 service 过啦？还没有。1000公里要 service 嘛？对。那在500多公里里面你用下来，你满意这辆车吗？还是很不错的。讲很不错呢。就是驾到来的感觉啦，还是很好。然后因为它短，所以加上 parking 也是很方便，我一转就可以进去。所以你是喜欢短的啦？是。
他喜欢短的，我们不要跟他做朋友，我们长的。所以你觉得这辆 Iris 你是很满意的啦？啊，驾驶那些是很满意的。那我们就要来考验一下女生对车的认识了。啊，他讲他很满意他的 Iris 吗？你很喜欢你的 Iris Active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要考一下女生对车的认识有多少了。你懂这个什么来的吗 ？Roof 是吗？Roof rail 它是什么作用？如果你硬的话，你上面可以放那种挡东西啊。哇塞，会的嘞！可是它这个没有用，因为这是软的。谁教你的？这不是 basic 吗？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好什么？哎呦，很像是。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这个 body kit 啊，这个东西。这个叫什么？防刮板啊。其实这个防刮材质不是防刮的东西，它是最容易被刮到的东西。对，它是超容易被刮到的，你指甲可能刮一下就一条线了。对呀、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很小心。所谓的防刮板啊，这个防刮的东西其实就是讲你如果不小心发生碰撞，把它撞烂了过后，你就只需要换一片这个东西。哦。你不需要换整个 fender。我不懂哎。这个就是所谓的防刮板啊。然后这种防刮材质的东西呢，以前比较流行用在那种越野车啊，那种要进 off road 的车，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发生这种侧面碰撞，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从越野车啦、SUV 啊开始流行起来，渐渐的就被这种 crossover 甚至 mini crossover 用上这个东西啦。如果你们是要看到这一辆 Iris 的外观啊、interior 啊、试驾环节啊，都可以到之前我们一起合拍过的那一部影片那边去看一下，那边有更多很详细的 detail 啊。讲到这个，上一次我们在拍那一部影片的时候，驾车的时候感觉到这辆车从后面有传来一些噪音。哦，对。来，我们跟观众解释一下，是这个东西。那时候我去洗车的时候哈，这个吊绳它帮你拆掉，它帮我拆掉，然后所以它会有声音。就是你走的时候会有声音，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有声音，你注意一下咯，看是不是个问题。这个东西，因为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小 rubber 哦，这个 rubber 的作用就是当你的门关下来的时候，它会按着它，就是不让它发出噪音啊。我也不知道啦，这些其他东西，看到吗？这个东西会发出一些声音啊，所以可以的话，就把它调回去吧。而且调回去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你在开关这个 boot 的时候，你要拿东西，它的这个开口比较大。所以可能你要放一些比较大样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比较方便啦。这个吊绳就会跟着把这个东西一起拿上来。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硬材质的板啊，好像我家那一台 Iris，sorry 我家没有 Iris， 好像我家那一台 Activa 呢，它的这一片东西啊是整个 flex 的软的。你就不能在上面放 tissue box 啊，还是什么？可以啦，你放了它就在那边 flex 哦，就没有那么 solid 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传统方式的遮罩板啊，还是 is the best 的。除了这一些 Proton 帮你解决了的东西，还有之前你自己抓到一些噪音，然后后来你解决了的问题过后，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东西呢？dashboard 会有异响dashboard 这个 steering 下面这边。时常就会有异响，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嘛？在较早前我拍 Persona 的时候，我有发现到它的这个冷气的 air vent 的这一个东西哦，有一点松动。可是你的这一台不会啊。如果是 Persona Exact， 我之前拍的是 Exact 啊，在走那种比较颠簸的路段的时候，它就会有滴滴滴的声音啊。那个就是买到正品的 Proton 啊。谢谢 Proton。刚刚我们在讲了解自己的车嘛，你懂你的车顶这边有一个 USB port 吗？有啊，你有讲过在我的影片里面有讲过，那个 USB port 不是给你拿来 charge 电话的，因为你 charge 电话会有一条很长的线下来，感觉就很奇怪，而且会阻挡视线。那一个 USB port 呢，是让你安装行车记录器的。OK，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 Evangeline 自己安装行车记录器。OK。这个应该是连着镜头往前面啊，镜头在这里，对，就往前面拍摄。OK，这样子 OK 啊，很简单，非常简单。然后今天我带来的呢，这个是70迈 A500，然后是一个前后镜头哦。A500 前后镜头呢，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主镜头啦，有一个后置镜头，然后这个主镜头呢是一体成型，连这个荧幕啊也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因为你这辆是 Iris Active， 在 Iris Active 跟 Persona 小改款过后呢，车顶上面就有一个 USB port， 所以哦，它原本给你的这一种超级无敌长的 wire 啊就不需要了。一般上呢，通常都是用这种超级无敌长的 wire， 然后走那个 wiring 了过后，再安装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供电点烟头的那个插座啊。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完全不用了。我为你准备了这个是我自己准备的啊，超短的。你喜欢短的是吧？是。他喜欢短的，我们不要跟他做朋友，我们长的。
我喜欢刚刚好啊。这个刚刚好。之前呢，我在讲那个 Iris 还有 Persona 的时候我就有讲到那边有一个 USB port， 所以很适合装行车记录器。就有人留言讲，有这样短的 USB cable 其实有的，看到吗？就这样短，你们可以去 Mr. DIY 很轻易买到这个东西。其实网购也可以买到了，其实还有更短的。但是我买到的这个是比较长一点所以安装方式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插在 USB 洞，就是车顶的那个 USB 的洞，然后再把这个连接上你的行车记录器就 OK 了。那我们现在来安装一下，这个就交给你。OK， 你先不要粘先啊，你先插那个洞先。我找洞它找不到洞。不是那边，不是那，在车顶的。车顶的一个布。车顶的一个布。Yes， 对了。洞在这里耶！对呀，大家女生不要插错洞啊！哎，不是男生不要插错洞啊！这种插洞的东西，我看还是有比较。不用紧，我再尝试一下。哦，我看到那个洞了，你的手要低一点，再低一点。对了，再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再低一点，低一点啊！进到了。Yes， 进了。然后行车记录器调整你喜欢的位置，这样子吧。OK， 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哦耶，看到吗？女生都会安装行车记录器。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安装好了。它就是一条 wire， 然后接上去它的这个吊布上面就完成了啦。所以你觉得这个安装过程是不是超简单的？是超简单，女生都可以安装。而且这一个你可以自己调整角度，看到吗？你可以调整你要拍高或者拍低，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小荧幕来 monitor 你要拍的画面。谢谢干爹。干爹叫 Dasher。干爹叫 Dasher。不是，你要讲谢谢 Dasher。我一边讲话，你一边比手语。我要讲比手语比我讲的东西。好，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一台70迈 A500的话，都可以到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购买链接，还有 Dasher 的官方网店啊。好，这个行车记录器等一下我就会帮 Evangeline 做一下 setting， 非常简单它的 setting 就是可以用你的手机连接 WiFi， 就是它本身的 WiFi 做到一个设定。如果你在外面不小心拍到人家发生意外的话，你可以直接用手机的软件通过它下载下来那个画面。而且现在它只是前镜头吗？然后 A500其实它是一个前后镜头的这个机器看到吗？这里还有一个后置镜头，所以这个后置镜头等一下你就可以去 Accessories 店，叫他帮你走一下 wiring， 你就可以拍前后了，就是后面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都可以被拍到。而且它录出来的画面是 2.7K Ultra HD 的画质，就是比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质还要更加高清，因为现在看到的是1080p 罢了。高清的画质，合理的价钱 ，solid 的机身，然后非常简易安装OK， 我看你对自己的车也还算蛮了解的。那如果接下来还有什么最新的 update 的话，希望我们还会有更多影片拍摄啦。OK， 今天这一集最主要是要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它的这辆车现在的状况相信很多人那天看了它的影片过后，有点觉得看不够，今天就比较多它的画面给你们一次看个够，而且有打扮。是啦，你知道我为了谁打扮吗？不是 Rider ATH 不是不是，是为了我们摄影师。OK， 也要非常感谢Jeff 哥帮我拿相机，然后今天的这个影片算是完成了。然后在影片结束前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找新车二手车还是 Recon 车，或者想要看一些新车消息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一下啦。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动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拜拜。弹手指，1、2、3。